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欢迎来到心雨书房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明明已经努力了很多，却依然觉得自己不够好？也许是在课业上，你花了无数个夜晚挑灯苦读，考试的分数却依然没有达到老师或家长的期待。你翻开试卷，看到那些被红笔划过的错误，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，不是我下次可以更好，而是我真的很笨。也许是在职场里，你已经加班到深夜，做出一份完整的报告，可是主管的评语却只有冷冷一句：下次再改进。那一刻，你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否定，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再怎么做也不会被看见。也许在人际关系中，你总是习惯迎合别人，害怕说出真实的想法会让对方不开心，于是你选择微笑，选择退让，选择压抑。表面上，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可是夜深人静时，你却忍不住问自己：那真正的我到底在哪里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拼命往前跑，努力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却发现心里那个不够好的声音永远挥之不去。它像一个无形的影子，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刻冒出来，提醒我们：你还不行，你还不够，你还不能停下。我们常常会问自己，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喜欢自己？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用再活在别人的标准里？这样的疑问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。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接纳困境，它是现代人最常见的心理压力来源之一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比较的世界，无论是社群媒体上的照片，还是职场里的绩效评比，甚至是家庭里长辈的话语，都在不断提醒我们：你还不够完美。可是，什么才叫够好呢？谁来定义所谓的标准答案呢？难道只有成绩最好的人才算优秀？只有事业有成的人才算成功？只有永远微笑不抱怨的人
才算值得被爱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戴着面具生活，永远都要扮演别人期待中的角色，而那个真实的自己只能被挤压在角落，不敢发声？我想，这正是我们心里最深的痛苦来源，因为我们把人生的尺交到了别人手上，我们以为别人的评价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，于是当别人说你好，你才感觉得自己好；当别人说你不够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全部。但是，真实的人生不该是这样的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一本书，或许能给我们答案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以我之名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》，作者是一位心理学作家，他深知现代人面对自我怀疑、比较焦虑，甚至自我否定的痛苦，因此透过文字温柔地带领我们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、自己的价值。他告诉我们，唯有当我们学会拥抱独一无二的自己，人生才会真正展开。在这本书里，作者提出一个关键问题：我们为什么总是无法接纳自己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把标准交给了别人。当你把人生的尺交到外人手上，你就永远量不到自己的美好。那么，有什么方法能解决？书中提供了3个非常实用的方向。新命名自己，在别人对你贴上的标签之外，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定义。比如，你可以不是不够好，而是正在成长的人。与内心的声音和解。当脑海里出现我不行，我没用的声音，不要急住反驳，而是尝试理解。这些声音往往来自于过去曾受过伤的小小的自己。以我之名行走世界，这意味着你要用自己的步伐去生活，不是活成父母的期待，不是活成社会的标准，而是用心感受什么是让你心里真正安定的选择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我们常常把自己遗忘在角落。我也曾经如此。
在过去，我经常把别人的期待放在心里，为了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，我拼命努力，却渐渐失去了自己。但书中提醒我，人生最珍贵的是能勇敢说出，这就是我。你不需要成为世界眼中的完美，因为你本来就足够。当你肯为自己发声，当你愿意以自己的名字活着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自由。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有位女孩，从小成绩很好，却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因为她的父母常拿她和别人比较，说你看某某更聪明，某某更乖巧。久而久之，她在心里也给自己贴上了永远不够好的标签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读这本书时，写下了这句话：我不是谁谁谁的比较对象，我是我自己。那一刻，她哭了，因为她第一次允许自己只是自己，而不是谁的影子。从那之后，她开始慢慢改变。她选择读自己喜欢的科系，交自己欣赏的朋友，学会拒绝无法承受的期待。虽然仍有迷惘，但她不再感到窒息，因为她知道，她正在以自己之名走在这条路上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像这位女孩一样，在不同场景中被外界标准困住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努力表现，却总担心不被认可。在爱情里，我们试着讨好，却忘了自己的感受。在朋友或家庭关系中，我们不断迎合以避免冲突。这些都是把标准交给别人的表现。书中提出的方法同样可以延伸到日常生活。第一，先命名自己。每天早晨给自己一句肯定的话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正在努力成长；不是我必须迎合，而是我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。第二，与内心的声音和解。当工作中出现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不要急住压抑，试着写下内心的声音，理解它来自过去的经验和害怕。
对他说：“我听见你，但我可以选择相信自己。”第三，以我之名行走世界。在爱情中，我们学会说出自己的需求；在友情中，我们学会拒绝不合理的期待；在职场中，我们学会设定界限。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，也是尊重自己存在的方式。女孩的故事，在不同场景中的延伸。她在工作中学会设定每日目标，而不是追求他人认可。她在友情中学会坦率表达自己的喜好与界限。她在爱情中学会真诚沟通，而非单方面付出。她学会享受自己的选择，而非迎合外界期待。这些改变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一点一滴累积的。每一次对自己说：“我可以，我值得。”每一次勇敢拒绝不合理要求，每一次表达自己的想法，都是在向世界宣告：我存在，我的价值由我定义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：人生的力量不在于外界认可，而在于自我接纳。当我们愿意陪伴自己，理解自己，并以自己的名字生活，我们会感受到自由与安心。这种自由不是脱离责任，而是选择的力量。选择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。从职场到人际，从爱情到日常生活，我们都能运用书中的方法。每一个小小的肯定，每一次理解内心的声音，每一次表达真实的想法，都是实践，也是成长的证明。最终，这部影片希望带给你，不是速成的解方，而是一段陪伴，提醒你，你本来就足够，你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陪你在生活中学会喜欢自己，珍惜自己，勇敢以自己的名字走过每一刻。人生没有固定标准，也不必等待完美时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为自己命名，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为自己的选择承担。这份力量来自日常中的每一次肯定，每一次理解，每一次表达，累积起来将成为你面对生活的力量源泉。愿你每天都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愿你每天都能说出一句
这就是我，我是心雨，陪你一起走在成长的路上。下次见。